不久前，在新加坡闭幕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日韩三国防长举行会谈，重点是让三边安全合作制度化。与此同时，美日韩防长联合声明还将矛头指向中国，再次抛出所谓反对单方面改变印太海域现状，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反对在南海非法海洋声索等陈词滥调。对此，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在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美日韩借三边防长会和副外长对话，推进所谓印太战略，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涉海问题上再次对中国进行恶意攻击抹黑，蓄意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决反对操弄集团政治，坚决反对任何挑起和激化矛盾、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的言行，坚决反对在亚太地区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与韩国国防部长申元实2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召开了部长级会议，这也是自去年6月之后，三国防长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深圳卫视注意到，美日韩防长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三方承诺在今年内建立三边安全合作框架，使三边安全合作制度化，包括高层政策磋商、信息共享、三边演习和防务交流合作。此外，三国防长还讨论了今年夏天将举行的三国联合军演。路透社提到，这场代号为自由之刃的美日韩定期联演，实际上是美日2场联合军演的扩展。在此基础上，加上韩国是希望打造新的军事同盟。日本朝日新闻称，美国一直致力于加强美日韩合作。早在去年8月的美日韩戴维营峰会上，三国领导人就围绕定期举行联合训练达成一致。今年1月，美国继续攒局，邀请日韩举行首次三国印太对话，向美日韩合作进一步制度化迈进。对于美日韩加紧推进安全合作制度化，日本时报分析认为，主要是出于对特朗普可能在今年11月再度当选美国总统的担忧，这可能导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降低。日韩希望与美国尽快达成协议，建立难以走回头路的合作机制。日本呢，它是一直希望实现正常国家化，它谋求利诱地区紧张局势，为其强军克武政策铺路。而韩国方面呢，出身保守阵营的尹锡悦政府，他对美西方价值观的这样一个盲目的崇拜，同时呢，它也存在着希望借助和利用美西方阵营的认可和支持，来达到提升自身国家的这样一个国际地位的这样考量，其实就是想借美国这艘大船来实现它是全球中枢国家的这样一个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给美日韩安全合作铺路，日韩防长当天先行举行双边会谈，就旨在防止舰机矛盾重演的对策达成一致，并商定促进两国防务部门之间的对话交流。日韩舰机矛盾发生在2018年12月，当时日本海上自卫队 P1 巡逻机抵近正在韩国东海对朝鲜遇险渔船进行盘查的韩国海军广开土大王号驱逐舰，日方指责韩舰用火控雷达照射日机，韩方反驳称韩舰根本没有照射雷达，日机却抵近韩舰制造威胁。之后，日韩双方各执己见，导致两国防务部门之间的交流陷入僵局。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为了扫除日韩军事合作的这颗绊脚石，日本方面在近1年的谈判中做出让步。日本读卖新闻透露，在日韩谈判的最终局面中，成为争论焦点的是日本自卫队旗帜问题。日方悬挂的旭日旗与2战时日本军旗很相似，一直遭到韩国舆论的强烈抨击，多次引发舆论风暴。这一次，日方强硬要求韩国认可旭日旗，但韩国方面态度同样强硬地表示，如果非要悬挂，那么协议就谈不成。最终日本妥协，这一内容没有出现在最终文本中。这实际上是在对这一遗留问题的一个回顾性的处理，同时也表明呢，未来两国在军事安全合作方面会更进一步。它可以说是为接下来促进美日韩三边的军事安全合作呢扫清了一个障碍。
观察认为，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制度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亚太整体安全架构的联盟化、集团化。截至目前，美国已经在亚太地区打造了不少小三边、小四边。除了美日韩，还有美英澳奥库斯军事联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美国的目的是在形势成熟时，把大量的小多边机制融合成大的多边机制，从而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类似北约的架构。小圈子政治将导致未来的亚太安全局势危机四伏。令人担忧的是，美日韩升级军事合作也让半岛局势近期持续紧张。韩国政府4号举行国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朝韩919军事协议全部效力的议案，总统尹锡悦予以批准。一旦韩国政府向朝方通报，协议效力将立即终止。919军事协议又名板门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是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2018年签署的9月平壤共同宣言的附属协议。协议规定，朝韩在边境地区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设立禁飞区。外界普遍认为，协议对于半岛局势和平稳定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份军事协议达成之前，朝韩两军频繁在军事分界线一带进行炮兵射击训练、团级以上野外机动演习、固定翼飞机对地实弹射击训练，并在半岛东部、西部海域进行火炮射击和海上机动训练。双方还多次在非军事区发生冲突。但去年11月，朝鲜成功发射侦察卫星后，韩国随即做出反应，终止了919军事协议中的部分条款。作为回应，朝鲜宣布，朝鲜军队将不再受协议约束，立即恢复暂停的所有军事措施。按照韩国方面的说法，做出这一决定是为应对朝鲜近期向韩空飘垃圾气球等挑衅行为。韩联社还披露，由于韩国政府决定研究重启包括对朝扩音喊话等措施，考虑到相关程序需首先终止919军事协议的效力。对朝扩音喊话始于1963年，是韩国军队的心理战手段，也是展示朝韩关系现状的晴雨表，往往发生在双方军事紧张升级时。韩国军队在靠近军事分界线的多个地方设置了扩音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经常向朝鲜方向播放政治新闻，但2010年之后多为播放韩国流行音乐。韩民族日报认为，如果韩国重启对朝扩音喊话，朝鲜也有可能重启对韩扩音喊话，并针对对朝扩音器发出瞄准打击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军方将加强对朝扩音器附近的最前方戒备态势，并升级炮兵部队、战斗机等火力待命态势进行应对。朝韩紧张局势势必升级，并形成恶性循环。值得警惕的是，韩国国防部4号还通报称，将恢复在朝韩军事分界线和西北岛屿的所有军事活动，同样引发外界担忧。朝鲜会做出怎样的强硬反应？有专家认为，朝鲜方面可能放飞改装后的民用无人机，或者展开炮兵射击训练。基于朝鲜已经拥有例如巡航弹、战略弹道导弹、短程导弹等各型导弹，朝鲜也可能将这些武器装备部署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对韩国形成威慑。美联社称，目前朝韩都列装了包括导弹在内的大量常规武器，在彼此没有任何信任的情况下，一旦发生擦枪走火，就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美日韩3国防长6月2号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在印太、台海、南海等问题上点名指责中国。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我认为美日韩3国防长发表的这份联合声明，重点提到了南海和台海，这显然是针对中国防长董军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发言而来的，是在哪壶不开提哪壶，存心跟中国过不去。我们知道，由于不速之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现身相会会场，使得俄乌问题成为了本届相会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代表无论是围绕着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做大会主旨发言，还是在台下面对记者的时候，重点谈的都是台海与南海问题，并没有过多的涉及俄乌局势。尤其是董军的“谁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这样一句话，更是掷地有声，相当于给大会投下了一枚震撼弹。而在我看来，董军的这一表态，无疑是要向与会代表
尤其是一直以来强行介入台海局势的美日韩三方，发出这么几个清晰的政治信号。其一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关注包括俄乌冲突与以巴冲突在内的全球安全形势，但是中国念之在之，或者说是最为在意的，仍然是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最为在乎台湾这一事关中国的国家领土主权、统一与完整的问题。这是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中的核心。第二，中国跟以美国为首的广义上的西方世界，在包括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等地区与国际热点问题上维持合作的前提条件，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广义上的西方世界必须要先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第三，只有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才会导致台海发生战争。而最近赖清德在520讲话上的台独自白，以及外部势力对此的支持与纵容，正在将台海局势推向战争的边缘。我认为，假如美国真的听懂了中方的这些话外音的话，那么在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已经闹得世界鸡犬不宁，并且使得人类面临着自二战以来最为严峻的安全形势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台海和南海再生新的争端，同时更为了顺利解决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问题，这个时候美日韩就不仅不能继续抱团跟中国搞阵营式对抗，更不应该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踩中国的红线。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美日韩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美日韩三国防长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将在今年内建立三边安全合作框架，使三边安全合作实质化、制度化。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呢？我认为这一动向意味着美日韩三国朝着将美日与美韩两个双边军事同盟捏合成一个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方向，又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首先，我们知道，防长加外长举行2+2双边会晤，并将其定期化与机制化，是美国与盟友之间结成军事同盟的标准配置。而5月31号，美日韩三国副外长已经在华盛顿举行过三边对话会，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一次，美日韩三国防长又利用新加坡举行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机会，举行了会晤，也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也就意味着，最终美日韩三国外长加防长举行3+3对话，已经是近在咫尺、呼之欲出了。这一天到来，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尘埃落定。其次，鉴于过去美日韩在构建三国军事同盟的进程当中，往往会因为韩日两国的历史与现实领土主权纠纷问题而出现波折，甚至是功亏一篑。这一次，美日韩三国防长承诺将在今年内建立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并使三边安全合作制度化，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们正在企图通过法律与制度的方式来防止美日韩构建三国军事同盟的过程当中屡屡出现的停滞甚至是倒退现象。当然，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美国国内政局出现新的变故，尤其是特朗普的上台，而使得美日韩构建的三国军事同盟进程再度受挫。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假如美日韩军事同盟最终构建成功，那也就意味着美国最终在印太地区构建的3层递进式的军事同盟体系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中的第一层，也是这个同盟的基座，就是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英，以及未来有可能要构建的日澳、日菲、澳菲等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第二层，这是已经搭建成功的美英澳、奥库斯三边军事同盟，以及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还有美日韩和正在构建中的美日菲三边军事同盟。而第三层，也就是这个3层递进式的军事同盟体系的最顶端，就是美国做梦都想要构建的印太版的小北约。针对美日韩三国防长在联合声明中粗暴介入台海和南海等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操弄集团政治，坚决反对在亚太地区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那对此您又怎么看？我认为毛宁这一说法非常具有针对性，可谓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因为美国不仅要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来对付中国，更是把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会
开始了一次拉帮结派的阵营式对抗大会。首先，我们知道，2002年，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国防部联合创办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促成相关国家沟通与对话，来保障亚太地区的安全，防止本地区走向对抗与战争。然而，随着2008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及后来的特朗普与拜登政府实施的所谓印太战略，香格里拉对话会已经逐步出现了抱团式阵营对抗的影子，也就是美国企图联合区内的盟友来共同对抗中国。其实，在美国的幕后操纵下，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更是开始了一场针对中国的鸿门宴。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这是本来由各国国防部长出席的对话会，一是邀请了近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向中国发起挑衅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出席，给了菲律宾一个对中国恶人先告状与倒打一耙的机会；二是邀请了不速之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而且泽连斯基显然是有备而来，一改过往对中国还算客气的做法，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向中国发起了有针对性的指责。第三，更为关键的是，美日韩在相会上挑起台海问题与朝鲜半岛问题，菲律宾在相会上挑起南海问题，以及泽连斯基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嫁祸于中国，其最终目的是要让俄乌冲突、台海、南海、半岛问题，甚至是巴以问题产生联动，以制造出一个中俄朝等国家与广义上的西方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都产生了分歧与冲突的所谓负面印象。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他们的阴谋其实就是要将俄乌冲突、南海、台海、半岛，甚至是巴以等等复杂的问题，通通都看成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就是中俄朝跟广义上的西方世界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抗问题，以制造出整个西方世界跟中俄朝等国家正在形成阵营对抗的这么一种态势。也就是说，他们正在企图分裂世界，将这个地球再度切割成血淋淋的东西两半。对此中国不得不防。美国和菲律宾5月初才结束肩并肩联合军演，6月3号又开启陆战队航空支援演习。那么，这已是美菲今年来的第4场联合军演，双方共计投入超过了3000人。演习地点之一就包括距离台湾岛仅200公里的菲律宾巴丹群岛。此外，美国海军还高调宣布 MQ-9A 死神无人机已部署至菲律宾西南部的巴拉望群岛。3号，美菲陆战队航空支援行动举行开幕式，将持续到6月21号。据菲律宾 ABS-CBN 新闻台报道，该演习为美菲之间年度例行军演，今年的参演规模创新高，双方共派出3175名人员参与，其中包括2200名美国陆战队、陆军特种部队和空军，以及975名菲律宾陆战队预备役人员、空军海岸防卫队和海军航空大队等。据悉，演习将进行沿海实弹射击、海上关键地形保卫作战、前方弹药燃料补给点作战、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主题专家交流等活动。菲方演习指挥官、菲律宾陆战队副司令瑞卡迪欧在开幕式上表示，演习的目的不仅是要提升美菲联合战备力，同时也是对那些想要挑战我们地区安宁者的威慑。所以你可以看到，近年美军跟菲律宾的这个部队，海军、陆军、空军进行了这个全面向的合作的这种训练操演。那像这次的操演也不例外，它这次的操演主要包含这个步兵快速渗透突击，还有包含了这些防空单位或甚至于像这个如何呢快速这个火力置入的这些操演等等都在要显现出美国的这个陆战队呢，还有这个菲律宾的陆战队要能够协同进行操演作战。这次演习的地点同样引人关注，包括临近台湾的菲律宾巴丹群岛、北伊罗科斯省，以及中吕宋地区、马尼拉都会区和巴拉望省。
其中，巴丹群岛是菲律宾最北端的一个群岛，距离台湾本岛仅约200公里。今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举行的美菲肩并肩军演，也将巴丹群岛列入演习区域。在巴丹群岛举行的最大火力演习为美军海马斯火箭炮发射。海马斯是美国原武武器之一，射程最远可达300公里，这意味着可覆盖台湾岛南部。巴丹群岛地处战略要地，其北侧是巴士海峡。去年4月，美菲在吕宋岛举行的联合军演期间，部分科目就选在这里举行。当时暴露出的问题是当地基础设施较差。法新社其后报道称，菲方去年8月寻求美方帮助在这里建设一个新港口。今年2月，菲国防部确认了增强巴丹群岛军力部署的计划。预计未来巴丹群岛在美菲联合军演中的分量将进一步加重，可部署远程导弹和无人机基地等设施。那由于特别是像菲律宾的岛屿特别的多能够透过美菲的这样一个联合训练跟联合作业呢，强化未来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美国可以快速的跟菲律宾的部队联合进行作战，或者利用菲律宾的这些岛屿，然后让美军能够快进快出。外界注意到，马克思上任以来，与美军的联合演习强度和频率都大大增加。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菲方还接受了美方的一些敏感武器部署。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美军借4月底的美菲肩并肩2024演习之机，在菲律宾部署了中程导弹系统。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方首次在海外和亚太地区部署中导，也是美方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后首次部署此类武器。中方对此强烈反对。国防部长董军2号就在新加坡相会全体会议演讲中表示，有个别国家在外部势力的煽动下毁弃双边的约定，违背自身的承诺，有预谋地挑起事端，制造假象，误导视听，甚至不顾地区国家的整体利益，违反东盟宪章精神，配合外部势力在本地区部署中程导弹。中国对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为保持克制，但这是有限的。另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网6月3号所披露的信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远征军证实，应马尼拉的要求，美军 MQ-9A 死神无人机目前正在菲律宾空军基地轮流执行任务，以支持美国印太司令部与非武装部队之间的情报共享工作。深圳卫视注意到，上个月 MQ-9A 无人机在美菲肩并肩2024联合军演期间，就为美菲联合击沉一艘假想敌船舶提供信号引导支持。MQ-9A 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作战半径1852公里，飞行高度可达1.5万米，滞空时长14小时，可挂载4枚 AGM-114 地狱火导弹加2枚 GBU-12 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或2枚 GBU-38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可在监视侦察目标的同时执行打击任务。那对于美国来讲，在这个地方用轮替进驻无人机的方式，可以弥补菲律宾军方相对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训练不足以及器材的这样一个缺乏，让美军可以在菲律宾的西侧建立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这样一个监测网。作为美国当下军火出口的热卖品，F-35隐形战机实际上故障频发，事故不断。3号，日本自卫队的2架 F-35A 战斗机相继在青森机场紧急着陆。就在上个月，美国一架 F-35B 战斗机刚出场就坠毁。那么，美国的这款明星战机到底是怎么了？来看报道。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号上午8时46分和56分，隶属于日本航空自卫队三泽基地的2架 F-35A 战机，在大约10分钟内相继在青森机场紧急着陆。报道称，这导致青森机场关闭跑道约20分钟。所幸2架战机的飞行员均未受伤，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共同社报道提及，1年之前也曾有2架隶属于三泽基地的 F-35A 战机紧急着陆，事后发现是涉事 F-35A 战机的电气系统出现故障，导致警报灯亮起。从这次我们可以看到飞员的报告，他讲的是由未知名的机械故障而要求紧急着陆的，那么这就排除了由于天候的问题，由于飞员操作而引发的这样一种飞行事故。所以从这里来讲的话，应该说主要的问题和厂商是密切相关的。
根据日本防卫省通报，日本航空自卫队共引进42架 F-35A 战机，其中4架由原厂商美国军火商洛马公司生产，已经实现交付，剩余38架在日本国内进行组装。外界质疑日本自己组装的 F-35A 战机是否有工艺流程上的缺陷。但美国原产的 F-35的质量也不稳定。就在日本 F-35A 事故发生前一周的5月28号，美军一架 F-35B 隐形战斗机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国际机场附近坠毁。虽然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但身受重伤。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架战机坠毁前刚从阿尔伯克基国际机场起飞，当时刚在机场加完油，准备飞往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这个是一架新飞机。那么新飞机发生故障的话呢，应该说，厂方是根本的责任，跟军方的话呢没有太多的联系。深圳卫视注意到 ，F-35B 的事故率高得惊人。上一次坠机事故发生在去年9月的南卡罗来纳州，2022年12月15日也发生过一次坠机。F-35B 是 F-35系列战机的垂直起降型号，实际上这种技术并不成熟。F-35B 并非如西方媒体所吹嘘的那般神奇，装满燃油和弹药的 F-35B 实际上不能完成短距起飞和垂直起降动作，因此洛马公司不得不采用通过缩小机载武器口径、改用小直径炸弹和调整推进系统、增大推动力来解决超重问题，才让 F-35B 勉强具备了一定的垂直短距起降能力。由于研发难度大，有媒体曝光，美国军火商洛马公司当时花了一笔小钱，从俄罗斯购买了以下马的雅克141垂直短距起降战机技术，吸取了雅克141的失败经验，不再使用升力发动机，而改用升力风扇，避免了当初雅克141的坠机悲剧。但垂直起降的 F-35B 仍是该系列中事故率最高的。实际上 F-35全系列的故障率都偏高。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 F-35战机存在800多项设计缺陷，涉及发动机、弹射座椅和机身材料等方面。五角大楼曾数次要求该机型停飞。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的与中国脱钩锻炼政策也成为给 F-35生产线制造的大麻烦之一。去年五角大楼就以油泵中使用了中国制造的稀土磁铁等为由要求整改，这导致 F-35的生产线关闭数月。有工程师表示，长时间关闭生产线对流水线制造是具有相当的风险的，这也导致有上百架 F-35堆放在工厂停机坪上。有观察认为，被视为美军骄傲的 F-35战机频繁出事，美军明知缺陷诸多却难以改善，不断扩大外销，也与美国防军工业自身体制缺陷有关联。美国2024财年的国防预算高达8860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近300亿美元。这一数据额刷新了美国国防开支记录，约占全球军费总额的40%。虽然军费预算报告在资金分配使用、涉及项目等方面都有详细披露，但在监管方面却存在较大的黑箱操作空间。今年4月，有美国议员在国会上手举一袋据称采购价格高达9万美元的小零件，让美国空军部长哑口无言。实际上，如果不是军事采购，这样的一袋零件的市场售价不超过100美元。此事引发美国舆论风暴。当时还有媒体细数，美军曾采购过1万美元的马桶圈、1200美元的咖啡杯，甚至价值600万美元的9头山羊。那么，由于美国的采办制度的话，它决定了我要谁的产品，不要谁的产品，都是由采办机构和采办人员说了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监督机制呢就形同虚设，所以呢，它的监督成效的话显然是不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说美国的监管制度，我们说和采办制度，它这个有一个很深层次的矛盾的是长期无法解决的。赖清德上任已满2周，岛内舆论在给他打分时纷纷给出差评，普遍认为他的表现比蔡英文还差，施政风格是斗鸡式，与蓝白斗与岛内民众斗，两岸关系被他搞得更僵。更令人不解的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当家还闹事，煽动政治对立，立法机构改革法案对抗愈演愈烈。
台湾联合报3号刊文对赖清德上任2周来的表现进行小结，指出其口碑令人大跌眼镜。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2号表示，赖清德当选至今已近5个月，早该做好充分准备，一上任便应有所表现。但从目前岛内外情况来看，岛内政坛对立严重，两岸关系陡然紧张，但赖清德却忙着选边站，丝毫不顾大局。从格局和能力上看，他的表现比蔡英文还差。赖清德5月20号发表台独自白演说后，大陆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解放军围台岛的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商务部终止 ECFA 下134种商品对台关税减让等，并强调有关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民众党籍民代林国成质疑是赖清德的逞口舌之快招致了不必要的损失，但赖清德政府迄今没有任何的交代，仍然只会耍嘴皮。所以我跟你讲哦，这台湾真的不要太天真了，你不要这个政治对抗上纲，那他对美国都可以这样了，对你台湾不能这样吗？你如果讲你不是中华民族，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你就是等于跟14亿人对着干啊。那你不是把你的对手极大化吗？他不止把大陆的对手极大化，他还把台湾内部的对手极大化，怎么会有你这种天才？就赖清德这个人而言，他是一个意识形态非常明确或者非常顽固的一个人。他这个所谓的就职演讲，暴露他这种严重的这种台独倾向。如果站在他这个位置上，要搞台独的话，那当然台湾老百姓会非常非常的担心。大家也看到，其实赖清德在他的执政能力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感觉到他就是说，他搞意识形态很强，搞两岸对抗很强，但是呢，怎么样带领台湾去搞建设、搞发展，他很弱，所以说让台湾老百姓很不满意。值得警惕的是，赖清德仍在加紧与外部势力勾连。据台媒报道，27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代表团3号窜台，6号将出席台美防务产业论坛，但全程保密。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军火商在台期间将就无人机、军工产业等进行摸底，赖清德也将与之见面。据悉，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前司令鲁德也将出席有关活动。台媒报道称，去年窜台的美国军火商有25家，今年多了2家，这与美方加大对台军售力度有关。据悉，这些窜台的美国军火商大部分都被大陆有关部门依法制裁，如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贝仪系统等，也有一些尚未列入大陆制裁名单的企业。例如无人载具军备制造商 Martech 公司。除此之外，美国会众议院4号还提出一项预算法案，包括向台湾地区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融资，以及20亿美元的贷款和担保，旨在加强台湾在台海局势中的威慑力，可支撑台湾与大陆进行抗衡。那么这次这些军火商去台湾，我觉得他们的意图也很简单，就是想未来怎么样挣钱，把台海局势制造得非常非常紧张，只有这种情况下，他才能够捞更多的钱。实际上，从我们中国大陆中央的对台政策来看，我们是希望台海和平稳定，但是有些外部势力，他们一直想从台海紧张当中捞取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私利。他们一刻不停地去搅乱台海局势，这一点需要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也希望台湾同胞能够看到这一点，不要上人家的当。岛内旅游业者此前期待赖清德会落实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到的希望优先恢复两岸观光，但上台仅10天，民进党当局就宣布不解除6月1日起禁止组团赴中国大陆旅游的规定，令岛内旅游业界相当失望。希望他也能够把禁团令拿掉，这是一个枷锁，一个紧箍咒。那我们今天争取的只是一个我们生存基本应有的权益。现在只在告诉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冲突、有任何的危机的话，都是他们害的。通通都是中国大陆害的，跟我赖清德520的就职演说没有关系，跟我这个民党政府要进观光团组团到中国大陆去没有关系哦。现在只是在撇清责任，不是在解决问题。
针对赖清德上任以来争议事件不断，岛内资深媒体人李艳秋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长文，怒批赖清德如同斗鸡，用新两国论对抗大陆，但政策表现软弱无力，只敢斗蓝白阵营、斗民众。面对大陆狠话说尽，其实一筹莫展。他上任这2个星期以来，岛内被搞得民心动荡，真的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只看到这个当局的无能与刚愎。台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黎家伟预测，改革法案一事意味着赖清德准备继续以对撞的模式面对未来4年立法机构的政治局面。其实我觉得卓荣泰是被他逼着的啦，可是没有办法啊，他的主持交代他啊，反正就硬干啊，我们今天对着干啊。他在上任之后，其实非常短的时间内，他展现了非常强硬的态度。赖清德的台湾还有明天吗？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2号以此为题撰文称，以死守台独为核心的抗陆保台作为已经从立法机构开始，未来4年将渗透到台湾各个角落。台湾联合报2号称，赖清德当局的开场竟是这样一幅场景，令人不安。那么民众党、国民党对赖清德那形成了有效的制约，但是赖清德以他的个性呢，他很好斗的一个人，他要坚决的去推动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说，就引发了这个所谓的朝野之间的这种斗争和对抗。他以为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他就可以拥有一切，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呢，毕竟台湾现有的制度、在野党、民意机构还能对他形成有效的制约。但是如果说他不愿意听从这样的制约，不愿意尊重多数民意，那么只能会带来更严厉的对抗。美国白宫确认，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于6月15号前往瑞士参加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峰会。这显示近期乌总统泽连斯基一直呼吁拜登参会，但遭到了美方的拒绝。按照主办方瑞士的说法，发出了160份邀请函，但确认与会的只有约70国。美国白宫3号发布声明表示，和平峰会期间，总统拜登按照计划出席由演员乔治·克鲁尼和茱莉亚·罗伯茨在洛杉矶举办的竞选筹款活动。对此，美国彭博社评论称，被泽连斯基视为最重要盟友的拜登，宁愿与好莱坞明星聚会，也不愿在欧洲出席完7国集团峰会后，顺路前往近在咫尺的瑞士参加和平峰会。实际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多次隔空喊话拜登，希望他出席。泽连斯基还说，如果拜登不出席这场活动，将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为此起立鼓掌。英国广播公司认为，拜登缺席和平峰会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目前前线的形势不容乐观。我们看到，美国在这方面还是有所保留的。其实最主要的是考虑到国内的政治因素和避免对这个我们说这个冲突双方的一个进一步的刺激。近期，泽连斯基在全球各地开展穿梭外交，希望获得更多的援助的同时，也游说更多国家参加瑞士举办的和平峰会。但这场峰会并未邀请俄罗斯参加，外界认为这意味着会议不可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据主办方瑞士公布，发出了约160份邀请，有约70个国家同意出席，但泽连斯基宣称同意参加的国家已接近100个。观察认为，这其中的数据差可能是部分国家仅为口头确认，并未正式书面确认，因此还存在变数。实际上，由于这场峰会未邀请当事方之一的俄罗斯受到国际舆论的质疑，一些国家明确表示反对。金砖国家之一的印度政府就表示，尚未决定在此次和平峰会上的参与程度，但预计不会派总理或者外长出席。巴西和南非总统也确认不会出席，若参会也只会派出低级别代表团。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和俄罗斯都保持良好关系的沙特阿拉伯，该国表示不打算参加的原因是俄罗斯不在受邀出席之列。中方已确认不出席和平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号解释了原因，与5月下旬中国与巴西达成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6点共识一致。中方反复强调，和会应当具备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这3个重要的要素。
中方难以参会，正是因为我们认为本次会议恐怕还无法实现这3点。实际上，冲突开始不久，在有关国家的斡旋下，一共进行了6轮和谈，谈判一度接近达成，但最后关头却遭遇破裂。当时有媒体爆料称，乌方受到美方的怂恿而拒绝了和谈的条件。但去年以来，一些和平峰会开始举办，包括去年6月在巴黎以及8月在沙特吉大港举行的会议等，均未成功。观察指出，要想和平，唯有当事方坐下来谈判。近期乌方在战场上遭遇不利，5月起，俄方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发起攻势，控制了边境沿线的多处村庄。乌方随即要求美西方放宽外国援助武器在使用方面的限制。此前，北约援助的武器被要求不得用于袭击俄罗斯本土目标，但近日美方首度松口。在美国点头后，乌军加大了袭击俄本土的力度。3号，乌军声称使用美制海马斯火箭炮击中了俄境内部署的2台 S-300防空反导系统和一辆 BAZ-69092 底盘的供电车。有俄方人士证实，乌军在2天内发射了数十枚海马斯火箭弹，其中大部分被拦截，但一些漏网之鱼击中了别尔哥罗德州目标。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在之前已经发生过了啊，乌克兰已经使用这种无人机从这个用不同的方式然后这个进攻了俄罗斯国内的不同距离的一些目标，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一直在延续值得注意的是，美方2号却表示，允许乌克兰使用该国制造武器打击的俄境内目标仅限于防卫哈尔科夫地区的目的，因为拜登不希望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的对峙引发全球战争。普京此前曾警告，一些西方国家提议允许乌克兰使用外国输送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是在玩火，会引发严重后果。俄罗斯观点报认为，随着俄罗斯最近在前线获得主动权，一些西方领导人正在推动政策改变，此举将令冲突局势迅速升级。一旦解除对乌武器限制，意味着俄罗斯本土将遭到更多更猛烈的袭击。作为回应，俄军在前线会对乌军展开更猛烈攻势。因此，西方解除对乌武器限制的举动不会明显改变胜负天平的朝向，反而会加大战争烈度，造成更多伤亡。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冲突持续2年多，乌克兰士兵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目前急需征召数万人。但有乌克兰战地指挥官说，新兵只能在抵达前线以后才能学习基本战斗技能。另一方面，泽连斯基签发多道征兵令，包括允许囚犯参军等，而逃避服役的人将被重罚。且目前该国限制18至60周岁男性出境，但外逃的人依然很多。根据乌边防部门统计，已发现45人在越境时死于地形、天气以及动物袭击等因素。它在逐渐的放宽这种入伍的年龄限制、性别的限制各种各样条件的限制，其实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来动员这种国内的这个人的资源来这个应对这样的一种冲突。但是现在看来确实是捉襟见肘。那可能在这个方面，乌克兰还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更多的唤醒这个美西方对自己的关注，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援助。好，稍后听马上来连线特约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访菲律宾后，美国宣布拜登总统不出席瑞士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美方指派副总统和国安顾问参会，那意味着什么呢？主持人好，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乌克兰特别关注，特别是泽连斯基，他希望很多国家参加，也希望元首级人物出席，这样就叫峰会了，从而为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背书，为泽连斯基的总统合法性站台。但是这个和平峰会有致命的缺陷，既不邀请俄乌冲突的当事方参加，也是只讨论一种方案，就是泽连斯基的10点计划，要求参会者只举手同意，而不是对多个方案进行平等的讨论。所以这个和平峰会其实是解决不了任何的实际问题，是对泽连斯基的站台聚会，而不是真要解决俄乌冲突，转向停战谈判。鉴于这样的行情美国总统此前就没答应要参会。泽连斯基还是不太顾外交利益，点名中美领导人要参加。他还说只要是拜登不出席，那么普京将起立鼓掌，有点要挟的意思。也许正因为瑞士和平峰会是务虚会，是站台聚会，有些国家可能指派代表参加，但领导人不出席，泽连斯基便出国游说了。他不远万里参加新加坡的相会，是想动员亚洲国家参加。那么按照《华盛顿邮报》的说法
他在相会上呢指责中国不参加，充当俄罗斯的工具。他也攻击美国，批评特朗普将是失败的总统。结果呢，这亚洲国家响应的似乎不多，于是呢，他就连夜赶往菲律宾，希望马克思总统参加会议，能拿一个元首级的人物呢算一个。就在菲律宾表态要派人参加的时候，美国呢明确了拜登不参加，由副总统哈里斯和国安顾问沙利文参加。拜登呢要去好莱坞与明星们交流，拿竞选赞助。其实呀，拜登13到15日就在欧洲，在意大利参加7国集团峰会，顺道呢到瑞士停一下，讲几句话也是挺方便的。但是呢，拜登不去参会，主要原因呢，恐怕还是觉得这个和平会议呢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索性呢干脆先为自己的大选考虑算了。美国副总统大家都知道是有名无实，所以哈里斯和沙利文出席会降低会议的重要性。这同样呢会影响其他国家会派什么级别的人来出席。印度呢就刚说总理莫迪是不会出席的，可能派外交国务秘书去，国安顾问都不参加。金砖国家中呢，除了印度以外，其他国家呢可能都不出席。巴西、南非、沙特、伊朗都明确说不会参会。那么少了元首级人物参加这个和平峰会呢，就不叫峰会了。瑞士举行会议的地点呢是著名的风景区琉森湖。参会的人员呢以乌克兰问题为噱头来个公款旅游，也是挺惬意的。我估计呢，这个和平峰会可能会变成旅游盛会，发表一个谴责俄罗斯的大会声明，然后呢，什么事解决不了。我都怀疑看拜登不去参加会议，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会不会也不去了呢？菲律宾说要派人去参会，但是没有明确说总统要出席。拜登已改变策略，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法国、英国、瑞典、芬兰、荷兰、波兰等国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也发出信号，表示不反对乌克兰使用他们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内目标。那您认为这会改变俄乌战争的态势吗？美国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前几天呢有一个访谈，专门讲俄乌冲突。他的基本结论是，无论美国和北约国家提供怎样先进的武器，是否同意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乌克兰的败局已定，很难扭转局面。其中呢有2个关键的因素，一是乌克兰的兵源呢是严重不足，都开始抓人参军，让囚犯参军了。即便呢有先进武器，也没人去使用。况且西方国家的先进武器呢，得靠较长的时间训练才能够操作使用。二是西方国家呢虽然提供了原物资金，但是乌克兰使用这些钱呢还是比较困难，有很多关卡。就是有钱给军火商下订单，西方的军火商生产能力有限，也没法及时的提供乌克兰所需要的武器弹药。可以这么说呀，以往的每一次乌克兰在战场遇到困难，美国和西方呢都要开一个口子。比如美国呢提供海马斯火箭系统、M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德国呢同意向乌克兰提供豹2坦克，英国呢提供风暴之鹰导弹，都希望呢成为游戏改变者，能够扭转战局。但是呢从来没有改变战局。后来呢北约国家又同意给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培训乌军飞行员，但是到现在呢乌军呢还是没能驾驶 F-16战机升空作战。现在呀乌军防守艰难，步步撤退的时候，美国、英国、法国、波兰等国呀再给乌克兰放宽限制，允许乌军呢用他们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上的目标，试图扭转战局，大概呢仍然是老样子，改变不了战局。俄罗斯的指挥系统是越来越紧凑，小分队作战方式也得以推进，武器装备的供应充足，军人数量远超乌军，这都是战略优势，必将呢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我估计啊，美国和北约国家的这一波操作，可能对俄军进攻呢造成一定的障碍，也可能导致俄罗斯境内城市受到袭击，但很难扭转乌克兰的败局。美国呢之所以这样做，是要乌克兰战火呀延烧到11月选举日。俄乌战争呢对拜登的选举是有重要指标意义的。等到大选结束，即便是拜登赢了，他呢也可能会设法停战谈判。美国呢已经难以支撑起乌克兰战争了，没有那么多钱啊，这个供乌克兰打仗。至于说俄罗斯会不会引发核战争，以此呢来报复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越界打击，我估计呢可能性不太大。现在呀，俄罗斯的军事作战力量已经比开战的时候呢强多了。